我用完全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和完全免费的 Agent 工具 OpenCode， 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开发出了这么一个简单好用的 Windows 小工具。那这个视频我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使用，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开发方法。整个过程不需要您懂一行代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窗口。这个窗口非常简单，上面只有一个复选框。这个复选框的文字是禁用显示更多选项，还原经典右键菜单，下边有一个执行的按钮。我们先不点击这个执行按钮，我们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右键单击 C 盘。因为我用的是 Windows 11，在这会有一个显示更多选项的菜单，我点击显示更多选项才会显示下一级菜单，但是这样操作比较麻烦。那我们可不可能右键单击 C 盘就直接显示出所有这些子菜单呢？那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们回到这个 Windows 小工具，选中这个复选框，禁用显示更多选项，还原经典右键菜单，点击执行。现在显示已经禁用成功，点击确定。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一个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我们在右键单击 C 盘，你会发现这个菜单已经是把那个显示更多选项里边的子菜单全都显示出来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Windows 小工具，不选中这个复选框，点击执行。现在已经恢复 Windows 11默认右键菜单，右键即可看到显示更多选项，点击确定。我们再打开一个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再来到 C 盘，右键单击 C 盘，你看这个显示更多选项，这个子菜单又显示出来了。那我做这个小工具的起因是因为我在这个网址看到了一个教程，告别多余点击 Windows 11一键还原经典右键菜单教程。当然这个教程里边的步骤比较复杂，包括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某个项，然后修改权限，然后设置什么，最后实现这个功能。那所以我就想，我可不可以通过氛围编程，也就是 Web Coding 的方式，开发一个非常易用的图形化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就可以一键点击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要实现这个 Windows 小工具，你只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就是 OpenCode。那我们来到 OpenCode 的官网 opencode.ai， 这有一个下载的按钮，点击一下，来到下载页面，我们下载 OpenCode 桌面版。我是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所以点击 Windows 后边这个下载按钮就开始下载了，下载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下载好之后，点击打开文件，它就开始安装 OpenCode 了。这个安装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直观，不需要做太多的选择。当你看到这个界面，你的 OpenCode 就已经安装好了，并且已经打开了。我现在想让 OpenCode 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来制作一个 Windows 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就实现了这个网页里边的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 Windows 11右键菜单显示或者隐藏显示更多选项的菜单。所以我就回到 OpenCode 这个界面，在 OpenCode 左下角有一个选项，有两个值，一个是 Build， 一个是 Plan。如果你选择 Build， 那它就去执行你在这个里面输入的内容。那如果你选择 Plan， 那它会先根据你这输入的内容做一个计划，让你来确认，然后你确认合适再执行。旁边还有一个选项，就是选择的模型。那这个模型都是免费的 OpenCode 提供的，你看有3个免费模型。那我们选择的是 Big Pickle 这个模型。现在我就在这个选项选择 Plan， 在这个里边跟 OpenCode 说了这么一段提示词，请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就是这个网页网址，用 Python 编写一个带图形界面 GUI 的小工具，界面包含一个复选框和一个执行按钮。功能要求：一、勾选复选框，点击按钮后，禁用 Windows 11右键菜单的显示更多选项，右键直接显示完整菜单。二、不勾选复选框，点击按钮后，恢复 Windows 11默认右键菜单，重新显示更多选项。三、程序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功能，代码简洁，可直接运行。我点击这个按钮发送，它就把我输入的提示词发送给 OpenCode 这个 Big Pickle 这个大模型了。它这个思考的过程还是非常快的，很快就给出了一个结果。先说已抓取网页内容，以下是计划，这是它的计划。技术站 Python 3加 Tkinter， 这是 Python 里边的一个库，还有 WinRag 也是 Python 里的一个库，这都是标准库，不需要安装额外的依赖。注册表原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看就行了。你发送也会返回这些结果。界面设计用文本表示出来了，但基本上这个界面就是这样。需要我开始编写这个工具吗？你只需要输入需要，点一下这个按钮，它就开始真正的去执行了。他说好的，我现在处于 Plan Mode 只读阶段，无法直接创建或编辑文件，请确认是否允许我切换至实施阶段，也就是退出 Plan Mode 到这个 Build 这个阶段。我就立即编写这个 Python 工具并保存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输入确认之后，它就开始执行了。有一些错误，这个错误大家不用害怕，它自己会纠正这个错误。2次错误之后，它就创建好这个文件，说代码已创建，但是有一个函数逻辑有点冗余，一直在优化。优化好了之后，一直到这儿，他认为已经很好了，他就把它保存到这个文件下了。他还告诉你怎么使用，使用 Python 空格，然后这个 Python 文件的名称就可以执行了。下边是功能对照和这个设计的一些要点的说明。假如我就是一个纯的小白，不知道这个使用方式该怎么使用，你可以问他我在哪里使用这个工具执行这个命令，你把这命令粘贴给他，他很快就给你答案了，说在文件所在的目录打开命令行，然后运行这个命令，或者先切换到这个目录，然后再运行这个命令就可以了。说如果系统提示 Python 未找到，说明你没有安装 Python， 需要先下载 Python， 完成安装后重启终端再运行上述命令即可。那我们到命令行里运行一下，显然我这个是没有安装 Python 的，他说 Python was not found。 我们再回到 OpenCode， 输入一句话，请帮我安装一下 Python， 然后在这个底下我们直接选择 Build 这个模式就行了，点击发送。有了 OpenCode， 这些安装软件的这个过程你几乎都不用自己做， OpenCode 再加上后端这个大模型，它会自动的帮你做很多事情。那现在这 OpenCode 下载了 Python， 并且说 Python 3.12.4 已经安装成功，下边需要一个权限，它需要访问这个目录之外的文件，给它允许一次，你点击这个允许一次按钮，它就可以访问这个目录了。你看这 OpenCode 其实跟 CloudCode 他们这些工具都是相近，基本都是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很类似的。你学会一个，再学别的就非常的快。现在这个开发软件基本上会代码是最好的，你要是不会代码也能勉强用，但是有时候万一有什么 bug， 你还是得看代码，对吧？现在显示 Python 就已经安装好了。现在我们再打开命令行窗口，在里边运行这个命令回车，那这个 Windows 小工具的界面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就跟我们最开始看的是一样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跟着我这个视频一步一步的操作一下，看看你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另外，如果你对 OpenCode 这种智能体生成的 Python 代码感兴趣，我后边也会出视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OpenCode 智能体生成的代码，以及如何调试这些 Python 代码。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